你知道吗？在中国过万圣节装扮成蜘蛛人蝙蝠侠甚至是范冰冰都可能会被警察带去喝茶。到底发生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消失的万圣节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几天是万圣节中国上海就传出了万圣节戒严令。过去挤满狂欢人潮的街头被大批的警力还有护栏给取代，就连地铁站都有警察驻守，只要看到有人奇装异服，就会劝说他们回家。那如果不听劝像是这个如来佛祖或是耳朵绑绷带的川普，以及这位金卡戴珊，就会被警察给带走。就连笑笑羊也被要求当场卸妆。中国社群微博上面呢，就有人讽刺我以为今年大家都 cos 警察，走近一看，原来都是真警察。这系列的措施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跟去年的上海万圣节有天壤之别。去年的上海万圣节街头到处都是装扮的民众，有人装扮成黑白无常，有人扮成《甄嬛传》里面要去侍寝的这个妃子，甚至呢还有人身穿防护衣，假装是防疫大白，帮大家做 PCR 还有核酸检测。而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呢，也都开心的跟群众合照。上海市政府还发表新闻稿，称赞上海万圣节活动拥抱文化的多样性。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上海万圣节回不去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会花大钱出国只为了在饭店睡觉吗？根据调查，台湾每10个人就1个人慢性失眠。2021年健保申报的安眠药就10.5亿颗。而今年在欧美呢，睡眠旅游变成了新的趋势，大家度假时什么都不做，就只是要好好的睡觉。像世界知名的床垫品牌旗下饭店就提供了100万等级的床让客人体验。英国一家饭店呢，还有整套的睡眠礼宾服务，包含了像是冥想录音枕头喷雾，还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寝具。而瑞士的度假村呢，也有结合医疗科技请睡眠专家给旅客睡眠的治疗建议。那如果没有那么多钱跟时间，你也可以选择更简单的方式。口北新推出了晚安舒眠包呢，由初日诊所副院长邓文新医师监制，和这一机器联名，正在限量贩售当中。里面有多种睡眠关键成分，帮助你调整机能，轻松入睡，中间能够安稳休息，醒来后精神状况也赞赞。那我自己吃也很有感，推荐给想要好好睡觉的朋友。10月10日前下单还有抽奖机会哦。去年的上海万圣节有很多地方都举办变装活动，其中呢以餐厅、酒吧、夜生活闻名的巨鹿路万圣节，规模最大，聚集了很多的装扮人潮。除了常见的蝙蝠侠啦、超级玛丽、皮卡丘，还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装扮，比方说这个唐僧、黑白无常，或是《甄嬛传》里面的角色安陵容。此外也有别出心裁的有趣装扮例如被打得鼻青脸肿、一脸绝望的乙方，或是这个举着平板上面写着没变装但想要感受气氛的迷茫哀人。那这些活动不只是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与就连帮忙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的警察也跟人群开玩笑说我没有在 cosplay 然后开心的跟装扮者合照。当时呢，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论，又一个洋节被中国的小青年给中国化。上海市政府呢也发新闻说，这样子的庆祝活动不只可以让年轻人释放压力，也证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宽容以及城市管理者的智慧。所以今年万圣节呢，有很多人蓄势待发，没有想到就传出了政府压制万圣节的消息。早在万圣节前1周呢，网络上面就有消息传出，上海警方发出内部的通知，严格禁止民众角色扮演，甚至要求呢要做到谁发现谁代理谁卸妆的原则。那除了装扮装饰也都不能够跟万圣节或是任何恐怖暴力元素相关，幽灵蝙蝠、棺材，甚至是南瓜都不行。那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规范的装扮或者是相关活动，警方会先口头劝退，如果不配合，可能采取强制措施。那对于这些消息政府并没有公开辟谣，也没有证实，但网络上面呢有很多人说自己确实受到了限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10月中旬有网红在抖音发布影片，跟观众分享哪些地方可能会是万圣节期间最热闹的地点。没有想到影片发布之后，就有2名警察来到他家，说为了控制人流，请他删除影片。再来，也有一位在上海经营酒吧的台湾人说自己收到政府通知，禁止举办任何的万圣节活动，否则可能就得关门大吉。而他不是个案。BBC 报道，有很多的咖啡店书店或者酒吧的经营者都有收到类似的通知。而时间到了10月25号，警方也真的开始行动了。10月25周五，上海巨鹿路一带呢，以及地铁附近开始有大批的警力部署，只要出现装扮者就会被劝离。往年热闹的街头变得一片冷清，有人直播巨鹿路的街头实况结果账号呢就被平台封禁。也有人呢讽刺的说，你以为是禁止 cosplay， 其实是在 cos 上海封城。不过还是有很多的装扮者坚持要过万圣节，他们改打游击战。
根据端传媒的报道，10月26号周六下午到晚上，有不少的民众改前往巨鹿路附近的中山公园、靠近复旦大学的五角场以及江湾地下商业街等地方，继续变装狂欢，跟路人合照。有人装扮成华为的3者荧幕，有人打扮成海底捞的服务生，还有人扮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甚至呢有人在拍摄自由女神时大声的呼喊自由。不过这些活动很快就引来了警方注意哦，自由女神很快就被驱离中山公园，有人穿着精神病服也被警方要求脱下，甚至连商店外的这个玩偶呢都有警察去检查里面有没有人。而部分的游击热点也开始被管制，从晚上9点开始就只出不进。隔天，中山公园更公告，当天下午2点起开始闭园。上海的锦江乐园也宣布，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到11月1号为止都不接待变装游客。同时间呢，这些管制行动也扩及到了其他的城市。在杭州，有人装扮成蝙蝠侠、死侍范冰冰都被警察带走。而广州呢，也传出有当地人说被警察要求脱掉衣服。而北京也有部分的万圣节活动取消。这一连串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尽管政府都没有正面的回应万圣节禁令不过网络上面流传着很多支持政府的说法，大致上面呢可以分成2个面向。首先是中国人不过洋节，这种声音认为万圣节呢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过度的狂欢。而且有部分的人认为这些洋节活动呢只是商人为了赚钱的噱头，很可能呢忽略了背后会有这种文化入侵的风险。过去中国就曾经传出有多个地方禁止过耶诞节，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再来呢，还有一种说法是出于安全考量，很多人拿出2022年韩国梨泰院以及10年前上海踩踏事故来佐证。他们认为奇装异服会吸引围观，非法集会呢更是影响了交通安全。为了社会秩序，政府当然要管。他们举例，大型游乐园这个欢乐谷以及上海迪士尼乐园也都有举办万圣节活动，但因为有提前报备，也有完善的规划，比较没有相关的安全疑虑。所以即使有很多的人装扮成吸血鬼巫师，甚至是包租婆去玩，警察也都没有特别组织。不过有很多人不买单批评政府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压制人民的声音。针对文化入侵还有安全考量，很多人都提出了反驳的论点。首先呢是文化入侵，这些人认为去年上海市政府才说万圣节活动展现上海的文化宽容，今年反而要阻止文化入侵，根本是自相矛盾。而且也有人批评会担心文化入侵的人其实是没有自信。世界各地像是东京纽约、伦敦都没有人禁止民众过春节，有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呢甚至还会积极的加入华人社区一起庆祝，反应差很多。再来是有些人质疑如果是安全考量，为什么政府是逮捕角色扮演者而不是驱离整个人群？甚至怀疑呢，中国墙内出现了大量政府是为了安全的叙事，很难不去联想背后的关系。一位曾经参加白纸运动被政府逮捕，现在流亡海外的名人士夏朝川认为政府是想要压抑人民的自由表达。他在社群平台 X 上面说，去年的万圣节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只是庆祝节日，同时也是发泄他们对于审查、对于封城政策以及失业率上升的愤怒。有人投在的监视器模型上面写着1984，影射中国呢无处不在的这个监控系统。有人扮成医护人员大白在街头上面四处替人做这个 PCR 检测，还有人扮成鲁迅拿着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牌子，显示出呢他们对于封城政策的不满。夏朝川自己呢也身穿黑衣，贴着一张白纸，隐喻政府不让人民表达诉求的白纸运动。这些敏感的装扮呢，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BBC 报道，上海万圣节是年轻人的自我放飞和表达。当时不只是夏朝川，也有防疫大白被警方给逮捕。有人认为政府可能担心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又变成了正式表达的平台，才会先下手为强，禁止万圣节的装扮。老实说，我们自己也不太买单文化入侵安全考量的说法。毕竟过去上海市政府呢是以文化宽容为傲，而且如果是安全考量，警方也可以提前的规划动线管制交通，而不是直接把装扮者带走强制的卸妆。我们认为种种针对装扮者，甚至还有扩及到其他城市的管制措施，很有可能就是想要压抑人民的表达自由。只不过呢，以目前的情势来看，似乎还在点到为止的警告。有些装扮者被请去警局之后，出来还开心拍了合照。那我们就在想这种不能够明说、态度暧昧的管制措施，或许也是中国政府目前遇到的困境。如果真的明令禁止所有人装扮大规模逮捕参与的人群，这个措施呢，可能会在年轻人这群引起巨大的反弹，掀起更大的反抗力道，很可能是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但如果真的不管，又会担心这个在政府眼中不合时宜的装扮会默默影响更多人，让更多人也开始质疑政府。所以可能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禁止在街头奇装异服，但在游乐园又可以装扮，这种有点微妙的中国式万圣节。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猜测而且万圣节才刚过，未来中国政府会不会秋后算账，甚至升级行动，影响到之后的耶诞节呢？可能也都需要我们继续观察跟关注了。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中国为何要在万圣节禁止装扮呢？很明显哦，就是不想要人民透过装扮来批评政府嘛。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安全考量，人一多，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认为是防止西方文化入侵，万圣节跟中国根本就没有关系啊。第几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上海万圣节。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翻墙教父被消失以及白纸运动。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